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部从台北来的 W126-280SEL 的分油盘完修之后回装的引擎测试。首先我们看到这颗分油盘看起来干干净净，非常漂亮，因为里面大哥已经整修过了。外观呢，大哥也经过喷漆，所以这个分油盘如果理论上油箱不污染的话，它应该可以使用20年应该不是问题。那这部车子呢，因为它停牌多年了，停牌多年，只好坐专车来找张大哥。那停牌的车子，因为碰到最严重就是油箱的问题，油箱堵塞了这颗油箱，我们看到大哥把它拆下来，必须要经过清洗，然后做防锈，它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那个回流量，也就是说汽油从这边进，从这边流回油箱，1分钟应该流回差不多2公升左右，它大哥整修好之后，分油盘整修好之后，它的回流量只有0.3公斤。也就是说，回流量，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这个表，也就是说，汽油流回去的量1分钟应该要2公，流回油箱的量应该要2公升，但是它只有0.3油箱严重堵塞经过大哥清洗过之后，等一下我们也看到引擎发动，它的回流量大概在2公升左右油箱堵塞。虽然我分油盘整修好了，但是它只有怠速，没有高速。怠速一发动之后呢，很稳定。虽然说它的缸压，我们有检测过它的缸压，这颗 M10引擎它的缸压，每一缸都在10到11 kgcm 平方之间，也就是说它没有积碳的现象。那虽然第5缸缸压比较差，大概只有6公斤左右，但是呢，我们引擎发动起来，它还是相当的稳定。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了分电盘的部分大哥检修过之后分电盘是 OK 的，高压线也 OK。火星塞的部分，火星塞它的型号用错了它是用那种多角型的也就是说。多角形的火星塞，其实这个对引擎是没有帮助的，大哥已经把它换掉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它压缩机在这里它压缩机的部分冷却部分大哥没有处理，因为我们看到它压缩机它用 R12 的这应该还是 R12 系统因为 R12 的冷媒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所以如果要改成 R134 的话，管路必须要清洗这个部分大哥就跳过让车主自己去处理了再来呢，他的车子试车的结果大哥大陆测试的结果，它的变速箱是 OK 的换挡也顺畅。其实它整部车的底盘的状况就是说引擎下半身变速箱包含引擎，其实都干干净净，没有漏油这是很难得的。虽然里程数到了22万左右，但是这颗引擎其实状况是蛮好的状况是相当好的。有一点点吃机油的现象，这是因为气门油封的关系硬化这个是。倒是不用，我大哥倒是不必担心这个问题它引擎状况是很好的自己大哥有车子里面有处理的鼓风机鼓风机大哥它本来是不运转的，大哥整修过之后呢鼓风机现在运转了车门呢，左前的车门升降机大哥换掉了，它故障。那右前车门呢大哥就没办法处理了，因为它的料找不到了虽然可以上下，但是它运作是卡的是运作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它运作升降机的车窗啊，那车窗玻璃它会歪一边，所以必须要用手拉。啊，这部车因为它停牌4个轮4个分帮是有点卡住。经过大哥试车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卡住。就是说有一点点咬合，并没有完全脱离。那这个问题的话，如果多跑几趟，多跑一些里程数，可能会有所改善。OK， 我们现在到车子里面来。OK， 好。现在鼓风机是 OK 的那右前车窗升降机大概换掉了，左前车窗就没办法了左前车窗它是可以上下，但是上下之后那玻璃会倾斜，所以它会卡住这个是支架的问题大哥也找不到料，没办法处理。里程数我们看到是22万左右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冷车的发动大哥打开电门温度在40度以下。今天早上我们第一次的发动，大哥来发动引擎，这一点就着了现在是汽油已经到底了，灯都亮了。OK， 我们看到这个加热阀现在压力大概在3.2公斤左右，等下会上升到大概4公斤，大概在4公斤因为这个加热阀最主要是在做冷车油路加浓供油加浓 Q 所谓的 Q 我们看到最重要的这个油箱的处理状况，我们看到现在右下角这个小数点 2.02 是代表它的汽油打过来流回去的量从这里流回油箱的量，原来是0.3公斤0.3公升，现在是2.02公升已经恢复到标准了。那油箱前排的车油箱堵塞相当严重，如果没有办法清洗的话，清洗不完整没办法清洗，那油箱就报废了。那这部车等于说这部车也报废了。如果找不到油箱呢，这部车就等于报废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压力系统压力这边6.5公斤6.5 kg/cm 平方左右在那边抖动，是因为现在已经油量不足了所以等一下大哥会去加油因为试车这下来，大哥重新洗油箱，换了1000块钱，大概30公升左右的汽油。但是试车之后把汽油都用光了。那现在油灯又亮了，所以我们看到它油针开始在抖动我们看到油针在抖动我们来看看这个怠速这怠速相当稳定的。大哥来试试看放着打火机，相当稳定的。所以它第五缸的缸压只有6公斤6 kg/cm 平方左右，相当稳定的。所以这个引擎目前是 OK 的是如果说以大哥在经验上来讲，它 OK 的，是很棒的。这部车子之后车主开回去之后呢，可能就是外表需要再重新钣金喷漆。分泵的部分多跑一下高速公路，多跑一下道路，它应该分泵的状况应该会稍微好一点。等一下大哥要去加油了你看这个油针抖的是，我们看到这个油针抖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它没有油了系统的供油不稳定了。我们来做个加油看看。原来油箱只有0.3公斤的时候呢，根本高速都吹不上来，所以停牌的车辆虽然说引擎本身不会坏，但是油电
供油跟电路可能就会老化故障了。无论如何，这部车子经过大哥生命整治过之后，它应该还可以再跑20年，因为分油盘它在20年以内，理论上它不应该堵塞。无论如何，今天大哥就预祝这部车子，车主能够很高兴的把这个外表重新整修过之后呢，然后再看这20年。好，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对，有一点必须要提的，也就是说，它的汽油泵浦我们看起来还是过去的，外表看起来很新，但是其实这汽油泵浦坏掉了，它有转，但是压力不足应该就是堵塞脏东西油箱，让那个油箱的脏东西让汽油泵浦里面脏东西卡住了运转压力不足这个是一笔损失就是油箱污染造成这么大的问题。今天大哥报告到此结束。